受潮来了，都他娘的给老子起来！拉弓背箭！穿越到这鬼地方3天了，真是不让人活啊！3天前，我醒来就发现自己身处妖魔横行的乱世，原身是个渔民，当场就被强征到边境，成了抵御受潮的底层工兵。为了活命，这里人人上武，追求武道巅峰。可这具身体是个连门都没入的凡胎呀！发什么愣？放箭！完了，原主这凡胎体质太废了，根本拉不动这60斤的铁王八。别停，继续射！把爬墙的都给我射下去！丁，生死危机触发系统，获得专属天赋，拉弓不累，箭速增幅30%，轻微校准。我就知道我是主角，外挂会迟到，但绝不会缺席。去死吧！哈哈，再来！都别发愣了，动作麻利点，下去打扫战场，把没坏的箭矢都给老子拔回来，少一根我踹烂你们屁股！疼死我了！别鬼嚎了，这才第1天，拉2下弓就废了。明天要是再遇上受潮，你连刀都提不起来，只能等着被妖兽当点心。哼！拉弓不累，这个天赋简直是神技。正常凡胎1天拉弓30次就得废，但我1天能射100箭、1000箭，加上射箭等于炼体。别人砸钱买药，痛苦捶打才能淬炼皮肉，我机械的拉弓射箭就能无休止的变强。在没有自保能力之前，千万得苟住。别磨蹭，3息之内不滚出来，老子用鞭子抽死你们！清点装备。哟，新来的挺能藏啊！看样子昨天1根箭都没放，哼，在这吃白饭呢。哑巴了！昨天为了掩护你们这帮菜鸟，好箭都射光了。来，借老子3根好箭对付检查。拿废箭换好箭，你是想在下一次受潮要我的命？怎么，新兵蛋子敢不给面子？吵什么吵？哎，师长，这新兵蛋子昨天临阵脱逃，1箭没放。这种浪费军械的软蛋，就应该让他把多余的箭交出来，补借昨天杀敌的有功之臣。王奈子说的是真的？师长，我昨天……大家看，这箭头上还有狼血，这就是昨天钱少爷大发神威，一箭贯穿那头铁骨血狼留下的凭证。小人昨天亲眼所见，钱少爷剑法如神，真乃我们边军的楷模。这小子昨天趁乱偷拔了钱少爷的功劳剑，还敢在这狡辩？对，昨天钱少爷那一剑，我也看见了。这新兵蛋子手脚真不干净，连钱少爷的战衣户都敢偷。算你老狗眼睛亮，本少爷的剑脏了就不想要了。不过那头狼的军功，你去军需处给我登个记。得嘞，钱少爷您放心，小人这就去办。听见没？钱少爷大度，不治你偷透军功的死罪。这3根废箭你拿着，把你那3根好箭给老子交出来，这事儿就算平了。否则，明天的受潮，老子让你死得不明不白。昨天在城墙上太混乱，那头血狼被我一箭截杀，却成了这帮人讨好上位的垫脚石。在这冰冷的军营里，规矩是给死人定的，背景和实力才是活人的法则。好，王哥说的对，是我昨天吓破了胆，这好剑给我确实浪费了。您拿去，您拿去。嘿，算你小子识相，苟着点儿，说不定能活过半个月。行了，都给老子解散，吃完早饭就去操练。抢我的剑，夺我的功劳，在这随时会死人的边关，意外实在太多了。钱少爷和王赖子
希望下次受潮来的时候，你们的命能比我手里的剑更硬。别人眼里的废剑，在我手里，它照样是神兵。炼体+1，气血+1。检测到气血充盈，肌肉淬炼达到极致，突破至炼皮境。炼皮境，终于不是谁都可以宰割的凡胎了。敢偷老子的过冬肉，老子宰了你！我没偷，是王赖子塞进我被窝的。还敢顶嘴！要玩一起玩！滚开！给我滚开！缺衣少食的边关，冻肉关键时刻能吊住一条命。瞎子刘需要一个出气筒，以此来立威，警告其他人别碰他的东西。在这个吃人的军营，弱小就是原罪。不够，我的实力还远远不够。真晦气！王赖子，加上那个新兵，对，就你，张伟是吧？你们两个拖上这俩，去营门外2里地的抛尸沟扔了。呸！晦气东西！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去拉死人！哎呦我操！这小兔崽子腿是铁打的吗？这小子不对劲儿，等到了没人的荒野，非得把你一起埋了。拖着2具尸体走2里地，气都不喘，小子挺能藏啊！赖子哥有事，少装蒜！你这剑囊下面怎么还鼓鼓囊囊的？是不是藏了什么私房钱？钱少爷马上要打点军需官，正缺银子。你既然来了边关，规矩得懂，把你身上藏的钱交出来，老子大发慈悲替你保管。里面没钱，只有你昨天强塞给我的那3根废木剑。少废话，老子自己搜！你练皮境，这不可能！你昨天明明连拉弓都发抖。你昨天说的对，这破剑给我用正合适。粗盐是个好东西，能补充体力。一起是重型手套，全军上墙，快！快点儿！不想死的都给老子跑起来！晚一步，军法处置！我虽然突破了炼皮境，但在这种绞肉机战场上，也不过是只稍微强壮一点的蚂蚁。都不许退！不想死就给老子顶住！本少爷累了，快把补充气血的名贵丹药拿来。我不行了，手抖得要射偏了。这少爷兵靠吃药，我靠系统面板。只要我装得够虚弱，满地重伤的妖兽全是我专属的经验包。完了，是妖王！边军大阵还没起，我们全得死。那可是相当于练古境巅峰，甚至半步练气境的大高手。退！所有人退到墙后！看来我这儿撒野，死！太强了！我现在虽然到了炼皮境，但如果挨上这一刀，估计会被劈成2半。面板虽然强，但绝不能浪，猥琐发育。难道我今天就要交代在这儿了？有弱点就是现在，臂重增幅，剑速增幅，给我死！这难道是我刚才那一刀劈出暗劲了，把妖兽心脏震碎了？妖王的气血奖励太猛了，绝对不能在这里突破被发现。陈校尉昨日一刀斩杀妖王，真乃神威盖世，我辈楷模。我钱家商行愿捐出凝血丹100支，金铁兵刃50把，犒赏昨日死战的兄弟们。钱少爷大气，钱少爷威武。钱公子破费了，昨日要不是你带领亲卫死战，拖住了大批妖兽，本将也没那么容易得手。昨天是谁在那种乱局中能用一根破木剑精准贯穿那头畜生的死穴？
有高人混在大营里，究竟是谁？嘎嘣嘎嘣，真香啊！小子，命挺硬啊，多喝点老子赏的油汤。谢谢李爷，有您一口干的，我就饿不死。绝不可能是这种烂泥扶不上墙的叫花子。老狐狸，看够了吧？这波气血老子吃的爽翻了。什么凝血丹、精铁冰刃，都是些破铜烂铁。我体内的面板才是这个世界最硬的通货。昨晚吃爽喝爽了，现在都别装死。昨天那头古溪把西边的城墙撞塌了一大半，现在都拿上水桶去砸冰窟窿挑水浇城墙。浇冰墙，正好试试我刚突破的小城铜皮铁骨。赶紧的，两人一组打水，洒了要你们的命。威哥，这水100多斤，这不是要人命吗？100多斤，就这？要换以前确实要命，但现在……哎呦，我的老腰！当心点，洒了要挨鞭子的。体内还没完全消化的妖王气血，配上这极寒之地，简直是为我量身打造的锻炼之所。可以了，都停下！下午步兵们去教场操练，弓箭手去修箭矢，继续干活。这兽胶什么味儿啊？跟死老鼠或者臭鸡蛋一样。哎呦，张伟，你小子手挺巧啊，掰得比狗啃的还直溜。嗨，运气好，都是运气。面板的渐速增幅，加上这完美的流线型物理结构，绝对能直接掀翻妖兽的天灵盖。在这吃人的鬼地方，多一分杀伤力，就多一分活下去的资本。钱少爷今天要在西校场练剑，需要几个机灵的去当抱把子和捡剑狗。去的人中午能多领8块杂面饼，名额只有5个，想去的滚出来。8块饼，上次去的人脑袋都被射穿了。废话什么？名额只有5个，不想去的现在就滚出来走。师长，为了半块饼子，我去。哼，要饭不要命的废物，走。听好规则，脱靶了就像狗一样去把剑叼回来，弄坏了少爷的金刚重剑，活剥了你们的皮。本少爷今天手痒，让你们这些泥腿子开开眼。少爷射箭的姿势好帅呀！底盘虚浮，全靠蛮力，这就是个连村口小孩都不如的废物。啊！我的头，我的头！少爷神射，差一点就命中靶心，绝世奇才呀！你吵什么吵？坏了少爷的兴致，还不快去把剑捡回来！好剑，极品破甲重剑，可惜用在了废物手里。死靶子射腻了，太没意思了。去，提几头活口出来！你们几个废物，去把雪狼的铁链解开！谁能把狼赶过来让我射中，赏1两碎银子。还不快去当诱饵！解开雪狼，这是连我们一起当活靶子射。好，跑起来！以我现在的敏捷，躲开易如反掌，但绝不能暴露实力。快看那个废物狗吃屎的样子，笑死本少爷了！钱凤，这笔账我记下了。少爷，您的剑一股子穷酸臭味，滚远点！地上那半块饼子赏你了，当丧葬费。这块饼子就是你的买命钱。别过来，狼！有狼啊！大半夜嚎什么丧？给死人招魂啊！胆子被一剑吓破了，在这吃人的边关，早晚是个死。今天不用上墙，都给老子把弓弦解下来熬弦。谁的弦要是断了，老子先抽断他骨头。这味道比茅坑还臭100倍啊！好家伙，原来保养武器也能提升熟练呢。好弦，
有了它，在极寒天气下连射也不会崩断。这完美的爆发力，配上面板的拉弓不累，下一次受潮，这就是一台收割机啊！前锋身边有炼肉镜护卫贴身保护，正面硬刚必死无疑，只能借下次受潮制造意外身亡。万事俱备，只欠这一东风了。吃了它，受潮来了跟紧我。我拉弦，你替我拔剑递剑，能做到吗？我能做到。我的剑术熟练度越来越高，在战场上，反手抽剑终究会影响射击的频率。有个递剑人，刷怪的效率至少能提升30%。这几块干柴老子征用了，你们几个废物晚上互相搂着取暖去吧。别拿，这是张大哥的火。哪来的小崽子？完了，这小子脑袋要开花了。我刚收的兄弟，你就来打，当我不喘气啊？一个新兵蛋子装什么蒜？老子废了你！太慢了，怎么出来混世啊？爷爷，我错了，柴火我们不要了。带上这2头蠢猪滚，以后谁敢碰我的人，我就把他的脑袋塞进锅里去熬油。咽下去，以后你的命是我的。除了我，谁打你，你就告诉我。懂了，张大哥。耗子挪窝，地下有大动静。连最底层的血鼠都在大规模难逃，绝对有极为恐怖的东西在靠近。大规模受潮，是大型受潮提前爆发了，护城大阵要破了。自己刻上名字，抹上朱砂，挂在脖子上，这样收尸队缠你们的时候还能认出是谁。好把抚恤金寄给你们老家婆娘。军需处抠出来的破甲重剑，你小子剑法不错，城破了给老子打掩护。明白。张大哥，我怕，我连媳妇儿都还没娶呢。怕就对了，跟紧我，只要你递剑够快，我就让你活着吃上饭。来了，数量至少是上次的3倍，而且不止一股妖王气息，这是蓄谋已久的围城。器械好巧，是大型受潮，全军压境了。全军上城墙！把剑囊放脚下，抽出一根捏在手里。我不说话，你就一直递。是，张大哥。剑，剑。张大哥，还有10根剑。不好，他们在撞西墙的薄弱点。3阶大妖，挡住他们！快给我挡住这群！城墙塌了。防线破了，全完了。拦住他！我给1万两。石头，破甲重剑递给我。装孙子装了这么久，骨头都快生锈了。张大哥，小心！这他娘的是凡胎！石头，跟紧我。爽，终于不用再压抑实力了。每杀一头妖兽，气血就在疯狂暴涨，
冲击大城指日可待。救命啊！我是钱家嫡系，我爹是。陈校尉，救我！救我呀！直接宰了。陈约那高手查源时定会发现端倪，只能伪装一下了。快一点，再快一点，就是现在！意外身亡，尸骨无存。这因果，陈就尉来了也查不出来。张大，闭嘴，留着力气跑路。撤，往内城跑，跑慢了全给妖兽当点心。每人1碗热姜汤，不许抢。不愧是正规军，肉汤里下足了粗盐，能最大程度补充体力。这场兽潮不仅除掉了隐患，还让我境界暴涨。不过，在这戒备森严的内城，得找个更隐蔽的机会突破了。就是你们这群废物，眼睁睁看着前锋少爷被妖兽踩死！大人明鉴，少爷跑得太快，我们追不上啊！少爷死了，你们这群贱命凭什么活着？拖出去，全砍了！老狗，真要下死手，拼着暴露实力也要杀出去。好大的威风！跑我的地盘，杀我的兵。陈校尉，哪几个逃兵问罪是我钱家私事，望通融。放屁！兽潮破城是我防守不力，有种去兵部告我，趁我没拔刀，滚出去！哼，一群没用的废物！今晚滚去地下兵要整理军械。钱家查不出端倪，地下兵窖又没人监督，陈校尉真是给我挑了个突破的绝佳宝地。明白，给我突破！练皮境圆满，这碾压感爽。起！炮灰营的人杀了，连文书都不用写，只有黑甲正规军才有军籍造册，钱家不敢随意处置。炮灰的命比草贱，我必须脱掉这层皮。正规军的黑甲铁牌，我拿定了。都别起！再起，老子把锅掀了！小子，挺懂规矩啊！马爷，小人不想等死，想打听怎么穿上您这身黑甲。哼，算你赶上了。3天后西鞘场神机营招人，120斤强弓射百步，或80斤弓射血梭子。不过就你这身板，去了也是指头齐断。小子，120斤的强弓，那得是练皮境圆满的体修才能拉得开的。听马爷一句劝，老老实实当你的炮灰，多活1天是1天吧。我是神机营百户赵虎，陈校尉有令，神机营死伤惨重，今天破格从你们这些烂泥里挑人。规矩很简单，120斤铁胎弓，100步死靶，中靶者入我神机营，赏黑甲1副，今晚吃肉。如果没有这把子力气，也可以选旁边的80斤步兵弓，但要求是射中天上放飞的血梭子。我来。哼，不自量力的废物，拉不开铁胎弓，强行发力只会震断心脉。拖下去，下一个。大人，
小人想试试飞靶。好，给他80斤制式弓。小人用惯了自己的弓，随你的便，放鸟。太快了，这怎么射？射飞靶不靠蛮力，这漫天的风雪，在我眼里慢如蜗牛。丁，剑术书练满级，境界小成。好，3箭连珠，射落3只雪梭子，老兵都做不到。体魄虽然是个垃圾，但眼睛和预判天赋绝顶，天生射手。拿牌子来！从今天起，你就是大燕碎冰堡神机营的正规军。脱了你这身叫花子皮，去军需处领一副黑甲，领一把真正的制式良弓。今晚老子请你吃肉！60斤制式角弓，狼牙剑30支，玄铁黑甲1套。张大哥，你现在就像个大将军。走，去赵白口的营帐。来，坐。吃。来了神机营，只要射得准，老子这口肉少不了你。好肉，谢大人。你小子护犊子，在边关有情义的人虽然死得快，但用着放心。张伟是吧？我不管你以前在炮灰营受过什么鸟气，也不管你的邪门眼力是怎么来的。既然穿上了这身黑甲，规矩我得给你立清楚。咱们是碎冰堡的眼睛和牙齿，步兵兄弟拿命挡受潮，一旦让你放箭，就必须给老子射爆妖兽眼珠子。偏一箭，老子亲手剁了你的手。人在剑在，绝不走空。好，坐下吃肉。拉！放！剑术熟练度+1，肉身强度微弱提升。张伟，准头确实邪门，但你看看你这身子骨，软得像娘们儿，拉几10次弓就喘成狗。大人教训的是，小人这身子尽力了。哥，擦擦汗。每天白吃正规军伙食，用军方装备无伤刷熟练度，这蛰伏的感觉太爽了。要是能一直这么安稳的刷到练肉境就好了。神机营第1小队，带上破甲重剑，半柱向后西城门集合。大人，出什么事了？前锋营在城外被冰霜尸怪伏击困死，陈校尉死命令神机营去撕开飞禽防线救援。冰霜尸怪，终于又有活物可以刷进度了。这种成群结队的低阶怪物，简直就是我的气血充电宝。剑，趴下！找死的东西！地剑，别发愣！好剑法，张伟，给老子压住那边的缺口。命中就等于长气血，肉身酸痛全部一扫而空，太爽了！东侧缓坡全是尸怪，根本下不去。难道眼睁睁看着一个营的正规军死光？白虎大人，小人看清了，高阶尸将后面有一头矮小尸王，正拿着散发蓝光的珠子指挥尸潮。战灭尸王，尸潮自破。挑20个不怕死的组成敢死队，跟我杀下去。张伟，你留守。小人请战，愿做大人的眼睛。只要送我到距离尸王100步的距离，小人保证一剑钉碎他的脑袋。小队听令，重步兵接且行阵，刀盾手护住2翼，张伟站阵眼，给老子当眼睛。大雄，你给老子举着塔盾，死死护住这小子。他要是掉了1根头发，老子剥了你的皮！停住！
小子，这他娘的什么邪门剑术？杀出去了，到谷底了！赵虎，你带人下来干什么？全得死在这儿！别他娘的废话！陈校尉命我们来撕开防线，接你们回城。还能喘气的，都给老子站起来，往缓坡上撤！撤不掉了，你们根本不懂，那不是普通的尸潮。那头尸王，他不是在控制尸怪工程，他是在把这些尸怪当成祭品，他在完成最后的蜕变。冲不过去的，那4头亲卫尸将联手之下，你这20个人连遗嘱箱都撑不到。白虎大人，小人刚才试着瞄了一下，太远了。他周围那4个大家伙把死角封得太死，而且那怪物身上的寒气太重，风雪被他搅乱了弹道。要想一剑毙命，必须再往前推50步。张伟，你有多大把握？100步之内，剑出他必死。好，老子今天就信你这个邪！神翼营、前锋营还有能喘气的吗？有！刀盾在前，长矛居中，给老子护死这个拿弓的！向前50步！顶住！大熊顶住左边！快要顶不住了！这群烂肉怎么杀不完？赵伟到了！4头尸将挡得真死，根本没有直达尸王的射击路线，畏惧弱点洞师开到极致，风速、轨迹、骨骼缝隙，找到了。去你的伪装，给我开！赢了，我们活下来了！这放死了，没脑子了！兄弟们，这反儿这帮狗娘养的！击杀尸王的气血反快强了，肌肉正在2次重组，先除后换，再躺平消化，这波躺赢局稳了。那是黑甲重骑兵，我们的主力到了！这就是正规军的战力吗？简直是单方面的屠杀！大雄，就算你们全死光，也要把张伟给老子抬回内城！一剑爆头，这小子碎冰堡的，军功簿上必有他显赫的一笔。内城的路彻底被铺平了。张大哥，你醒了！哭什么丧？去，倒碗热水来。巅峰尸王底蕴太深，要不是强行把那些狂暴的气血压缩进每一寸肌肉纤维里，换做普通的炼皮境，早就爆体而亡了。现在我离突破只差一个契机。张大哥，水来了！赵虎特意批了你1个月的假，说啥事儿不用干。小子，那一剑简直神了，不仅救了老子的命，更是保住了前锋营最后那点种子。陈校尉把那颗尸丹连夜送到了总兵府，这冰原深处竟然孕育出了尸王，大患被咱们提前扼杀了。赶紧穿衣服，陈校尉要在点将台亲自给你论功行赏。此战首功，神翼营张伟，卑职一条贱命，换3万兄弟活，值。赏300两银，升总旗，享双倍肉食补给。张大哥，咱们以后也是官了，看谁还敢欺负！石头，拿10两银子去换10斤猪肉。这1个月我要在这儿好好养伤，终于能避开炮灰命运了。1个月足够我完成炼肉境的突破了。张大哥，10几块风干野猪肉和2瓶劣质凝血丸，足足花了10两银子，这肉得熬3天3夜才能炖烂。去外屋守门，有动静不准进。
干瘪的肌肉纤维连着碎骨头，味道真差。炼肉境小成。石头，醒醒！张大哥，天亮了，去火头营打饭，吃完饭随我去一趟边军武库。现在境界稳固，是时候去挑一门真正的手艺了。高机动身法配合我变态的准头，这简直是量身定制的放风仔神技。选了逃跑的步伐，这内城夜里野狗多，张总一睡觉可得关严门窗。小人怕死，一定关好门窗，绝不乱跑。哼，两位百户，我家老爷订购的那批精铁铠甲，劳烦带路去内库验验货吧。小子，拿着书赶紧走，被钱家的疯狗盯上。唉，你这总级的位子怕是坐不长了。多谢大人提点。正愁这内城规矩太严，找不到活靶子练练新学的步伐。钱管家，希望你派来的狗牙齿够硬。微距弱点洞悉，开。石牌放的城中裂缝，就是那里。查出端倪没有？是不是暗算？石头裂缝早冻坏了，雪太大压塌的，谁能徒手推倒几千斤黑曜石杂人？钱管家半夜乱逛，遇上天灾是命数。钱家要是觉得石头长眼，去兵部告我。好一场天灾，收尸回府。钱老狗，这场哑巴亏，你吃得干干净净。张大哥，军医说伤筋动骨100天，手筋没长好，不能见风了。我的手好了，把我的总旗玄铁重甲拿出来。战神回来了，我这就去。走，上城墙。深呼吸，低头看脚尖，把弓弦上的冰碴子刮掉，不然弦会抽瞎你的眼。石头，把破甲剑全插在墙下，我自己拿。命中等于长气血，这场受潮简直是一场狂欢。许盾蹲下！丢弓！刀盾手结阵，拔刀！这帮畜生！哼，正好拿你试刀。在别人眼里，我打得狼狈不堪，险死惶惶。只有我自己知道，每一次惊险躲避都卡在死角，绝不浪费一分力气。碎冰堡钱家特来助阵，闲杂人都闪开！哼，孽畜，找死！练骨境的罡气运转，发力鼓胀和呼吸节奏。张大哥，你没事吧？这实战观摩机会太难得了，都是一波血赚。死不了，钱老狗来了，我得装死狗，别被他暗中下哈手。拦住他！放箭！放箭！4阶巅峰的怪物，连残影都追不上，这怎么打？大哥，走好！我
我钱家的底蕴全完了。等的就是现在。给我死！钱家的高手死绝了，4阶妖王跑了，而我依然只是个历届的伤兵。这场戏才刚刚开始。那一箭是张伟射的，张伟，本将提拔你为神翼营副千户，内承兵曹协办。当官，这不仅是当炮灰，还要跟这帮贪官玩攻心计、防暗箭。老子要的是武道巅峰，不是在这儿等死。大人，那日拉断强弓，小人的手机已经彻底断了，是个废人了呀！小人胆子也吓破了，不敢当官，求大人开恩，准小人卸甲归田，苟活残生。烂泥扶不上墙的丘兵，罢了，赏白银800两，通关录影1份，滚吧！谢大人成全。张大哥，咱们真不当威风的总持了。那叫催命活靶子。走，咱们往南去江南水乡，那里有武道宗门和极品药材。肉包子上好调皮，换官盐喽！张大哥，南边真暖和，风都是软绵绵的。老板，2大碗杀猪菜，10个杂院饼子。大燕帝国，辽东道，这里10万大山连绵，民风彪悍。在这里，只要有银子，我就能买到无尽的资源，继续变强。行了，进去吧，关内规矩多，别惹事儿。张大哥，咱们进关了。刚出锅的大肉包子、葱花油饼嘞！走，先找个地方填饱肚子。客官，打尖还是住店？住店中等客房，10斤酱牛肉，2只肥烧鸡。好嘞，爷您稍坐，马上给您端上来。大盆白饭，动作快点。太好吃了。没有高热量食物打底，气血就会亏空。练武讲究的就是一个吃。客官，饭钱加房钱共1两2钱银子。关内物价高了5倍，这地方没钱寸步难行。关内弓箭管制严，没法随便刷熟练了，必须去大药铺买年份足的老药和药浴，才能把境界往上推。客官，抓药还是看病？叫掌柜的，你做不了主。壮士要什么？只要叫出名，我这儿没断过货。30年野山参5根，极品梅花鹿茸3两，虎骨粉半斤，舒筋活血服药10副。这都是强冲气血的虎狼之药啊！价钱可算账，只要东西真，钱不是问题。野山参50两，鹿茸24两，虎骨粉30两，服药16两，抹灵头一共120两。120两，拿命换的遣散费才800两，这练的不是武，是白花花的银子啊！穷文富武，古人诚不欺我。包严实点。好嘞，壮士痛快。嘿嘿，钱如流水，得找个来钱快，不耽误练功，不惹是非的进项。肉砍管够，绝不限量。这简直是发着金光的神仙咒语，我一天光吃肉就能吃掉几两银子。这东家底子厚，大隐于市，这靠山绝了。收拾行李，退房。再住下去，我得去要饭了。应聘教西，你等着，我去叫刘管事。你想当教西？看你这体格不算壮实，练的是哪一路的功夫？在下张伟，练过几年外家拳，也会点刀法。不过在下最擅长的是下坛的步法和闪避的功夫，力气也还过得去。口说无凭，咱们武馆靠手底下见真章，跟我进来试试身手。
这是咱们武馆的拳脚教线，赵铁，你跟他过几招，只要能在他手里走过20个回合不败，就算你过关。想当教戏，看你这身板，不够我一拳打的。踢云纵压制点用，别把人吓出毛病。你的家徒弟，我打不着。兄弟步伐真俊，你被录用了。肉狗管够，这才是神仙待遇。这是饿死鬼投胎吗？吃的比牛还多。瞄准。丁，剑术大成境，穿透破坏力提升，获得绝对静心。大成境，现在的我，就算再遇上4阶妖王，这120斤的强攻也能射穿他的头骨。林大小姐深夜翻墙进我的院子，有何指教？120斤的强攻，一剑劈剑，加上你虎口的老茧，你根本不是什么步法教习，你是个顶尖弓箭手。以前在山里打猎，混饭吃罢了。打猎用不着120斤的硬弓，我不管你以前是干什么的。既然你剑法这么好，帮我个忙，半个月后黑风林有血灵芝成熟，我爹需要他治内伤，我缺个压阵的弓箭手，拿到灵芝500两银子加藏书阁功法，敢不敢去？500两不够，我要800两，功法我要自己挑。成交。树欲静而风不止，看来这关内的安稳日子也过不了太久。我爹的内伤是七风武馆馆主打的，他中了阴煞穿心掌，只能用极阳的血灵芝化解寒毒。所以这是个陷阱。七风武馆不仅放出了消息，还雇了黑虎寨土匪封锁黑风林，要把你们杀个干净。你要是怕了，现在就滚！800两照给，算我看错了人。坐下。我拿钱办事，绝不临阵脱逃，但我有规矩。第一，我一个人在暗处行动，你不能干涉。第二，遇到对付不了的高手，我随时撤退。第三，功法我亲自挑。好，只要你能牵制住他们，就算尽力。走吧。这鬼天气，大当家在里面烤火，让咱们在外面守着。别抱怨了，七风武馆给的银子足，等拿下威远武馆的人，赏钱少不了。这射手的压迫感太强了。那是七风武馆首席教头齐雷，打伤我爹的就是他。刘管事，别撑了，等子时血灵芝成熟，我派人去采，你们就眼睁睁看着自己去为铁甲恶霸。我们就算死，也不会向你们这群卑鄙小人低头。50个人加上3个高手，我们救不了刘叔，连血灵丹也拿不到了。我不懂排兵布阵，我只懂怎么杀人。你绕去右边，等我射出第一箭，引发混乱，你就踢翻桐油点火，他们分兵救火，你就杀落单的人，杀完就退回林子。我们2个人冲击50人营地，如果你被3个高手缠住怎么办？在我的箭射趴完之前，没有任何人能靠近我30步之内。去吧，等我信号。不能射高手，会暴露位置。目标：桐油桶旁的土匪。走水了，快救火！暴露在空地上的人，全都是我的靶子。
援兵到了，杀出去！别管那些废物，去拿药。时机到了。小贼，你敢偷七风武馆的东西？快，去查那个用弓箭的人是谁，翻个底朝天也要给我找出来！张伟，你救了我的命，保住了武馆，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武馆的恩人。馆主言重了，拿钱办事，买卖而已。好一个拿钱办事！婉儿，给他。张大哥，你总算醒了，你睡了1天1夜，给你留的白面馒头和酱牛肉都凉了，要不我去热热？没事儿，管他冷热，若进我这炼肉境的肚子里，全能化成气血。馆主，黑风林的事瞒不住，血灵芝救了您的命，七风武馆稍微一查就会杀上门来，不如咱们先动手，斩草除根。这小子怕是担心自己留在黑风林的金刚重剑暴露，想借刀杀人灭口，好狠的手段。不过合我心意。齐风那老狗现在情况比你想的惨，齐雷他们追你进了毒爪，现在绝对受了重伤。齐风也中过我一掌，8天，等我化解寒毒，恢复炼骨境圆满，就是他们的死期。拿着我的手令去后厨。50年老参，上好鹿血随便用，1天12个时辰泡药浴。8天后，我需要你这把刀够快，够狠。横野九式，拳走直线，发力于腰腿。不对，发力不顺畅，再来。步法加刀法，成了。这一刀切在人脖子上，连疼都感觉不到，脑袋就搬家了。虎骨和老参药力化作钢针往皮肉里扎，肠胃里的血肉化作热流向外顶。炼肉境大成。第一式拔刀，第二式断水横斩，第8式追风连环魔。张大哥，你的刀越来越快了。今天是第8天，是时候了。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时。七风武馆3番5次伤我的人，今夜就让他一笔一笔还回来。这一剑下去，我要世上再无七风武馆。这是七风武馆的宅院图，你先去找制高点，敢露头的人，直接灭掉。好，那我先走一步。横野九式，有进无退。滚开！这就是炼骨境大成，气血入骨。钢气护体，普通刀剑根本破不了防。不行，不能硬拼。七风小儿，莫不是怕了老夫？林震南，老夫今天抽了你的筋！老贼，阴毒伎俩没用了。你的伤怎么可能好这么快？黑风林血灵芝，好一招暗度陈仓，原来是你们抢了药，还杀了我的人。七老狗，只许你下阴手，就不许我明抢了。我今天不光要你的命，还要砸你的招牌，砸我的招牌！哈哈哈哈哈！就凭你，你以为吃了血灵芝就天下无敌了？今天，老夫就让你们知道。七风武馆能立足30年，凭的是什么？齐雷、陈铁，回来！回春丹，七风，你疯了！
那可是透支10年寿元的禁药。疯，老夫是被你逼疯的。今天就算老夫把命填进去，你们这些狗东西也别想活！吃！我去，打不过就嗑药，还带群体狂暴的，这剧情也太老套了吧！而且这药闻着一股子过期地沟油味儿，一看就不是正经厂家生产的。退！全部退开！他们现在是毫无痛觉的炼蛊境巅峰怪物。林震南，拿命来吧！别过来，快跑！怪物根本破不了法，都退下，撤出城东，保住武馆根子。今天就算死，也得从他们身上咬下一块肉。就凭你们3个，也想拦住我们？哼！你们连老夫的护体罡气都破不开。你真以为林家立足天显关，靠的是粗浅拳脚？你有底牌，难道我没有？300年前，我林家祖上曾是炼气修士，这便是保命灵符——奇门罡风符。奇门开，罡风起，给我破！这是什么鬼东西？我的罡气举不起来了。这符压制炼气之下一切罡气，你们现在就是不穿衣服的活靶子。仙家手段，没有了罡气乌龟壳，他们就是血肉之躯。老子的机会来了！起来！老贼还敢分心，拿命来！给我死！绝不能让他活！失手了，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。我得亲自去看看。人呢？他跪在地上哭喊救命，我下不去手。所以你把他放了。可是祸不及妻儿。放屁！江湖上最廉价的就是同情心。以后他回来索命，你们自己担着。查清了，那男子叫戚昌林，他娘是江南豪族刘家的小姐。刘家光摆在明面上的炼蛊境圆满就有20多个，祖祠后山里还供着2位炼气期的太上祖老。你以为在积德行善？你给武馆100多口人挖了个万人坑。爹，我不知道他娘是刘家的人。江湖厮杀，斩草除根，妇人之仁难成大事。武馆交接暂缓，你不配做这把交椅。骂他也没用。当务之急是怎么处理戚昌林。戚昌林没钱没马，走不出深山老林，他必须找天显关地界唯一的盟友黑虎寨。黑虎寨？驾！江南刘家20名炼蛊圆满，6名炼气期大能，绝不能让戚昌林把信送出辽东道。今夜必须把黑虎寨连根拔起。大
大当家跑了，赶紧拿了银子散伙，别抢老子的金条！今天算你们命绝，一个不留！父亲，拦住他！有没有神射手？躲起来！戚风的儿子在哪儿？李爷爷饶命！大当家带着戚家少爷，骑着汗血宝马，已经往江南跑了2个时辰了。2个时辰，杀！剥离一切繁杂，只剩下力量传导与轨迹计算。丁，剑术突破圆满，领悟武道真意，剑道境界贯的底境，百步之具，百发百中。江南刘家练骨圆满，炼气大能，那又如何？这世上没有什么是射不穿的。这就是武道真意，贯的境。周遭数十尺，风吹草动，尽在脑海，无需用眼去瞄准。爷爷饶命！我是狗头军师，我没杀过人，我知道地下宝库在哪儿。我带路，求爷爷当个屁把我放了！大眼呼吸法正好补足我气血恢复的短板。这把半丈长的玄铁重刀，简直是为横野久世量身定做。好汉，东西都在这儿，留我一条狗命吧！你帮着出谋划策，这库房里的每1两银子，哪一个不沾着百姓的血？首恶当诛！烟火，这地方不能留了。江南刘家是庞然大物，威远武馆开不下去了。我打算带婉儿下东海，去南阳避祸。张兄弟，你跟我们一起走吧。寄人篱下非我所愿，那你只有一条路，去辽东第1大城大燕陪都金门。我不想去官场当狗。不是当官，是拿保命符。3年后金门武举，你若榜上有名，便是天子门生。借江南刘家10个胆子，也不敢冒诛9族的风险杀朝廷的人。人口1000万的陪都，武道大宗林立的圣地，好，就去金门。哈哈哈哈哈！张兄弟，穷家富路，这几千两银子拿去金门打点，大恩不言谢。他日来南阳找老哥哥喝酒，上！走。哎，张大哥，咱们去哪儿？去金门。驾！张大哥，城墙上还长草呢，鸟都不怕人。这叫烟火气。下届武举考骑射、器械、策论，这骑射你得有好马和跑球场啊。可惜金门的马场全被世家大族圈起来了，平民有钱都租不到。策略和器械步战我都不怕，唯独这骑射，我连马都没摸过。逃命骑马都是死死夹着马腹，没有马和场地，这最关键的第1关怎么练？今日王家招亲，全凭运气与五元，谁接到绣球，便可成为乘龙快婿。诸位得罪了！妈呀，这哪是抛绣球，这是要命啊！找死！向安胜备考都不行，这麻烦怎么自己找上门了？张大哥，你中奖了！我刚在火海里悟出剑道，唉，吃顿烧鹅的功夫，怎么就被这烫手山芋砸了脑袋？管事大人，在下只是看个热闹，纯属意外，还请另请高明。接了绣球，便是我王家座上宾，不战而退，是瞧不上我辽东王家的门迷。硬闯会暴露身份，这3年的备考计划就全泡汤了。算了，见招拆招。既是金门传统，在下
入乡随福。在下城南陈家陈近南，城东唐家商号唐白虎。陈近南、唐白虎，这哪来的卧龙凤雏？第一轮武士点到为止，胜者得1分。这戏得演真点儿，拿个垫底淘汰出局。哎呦，唐公子拳法刚猛，在下甘拜下风。都没打着，难道我的猛虎拳练到隔山打毛了？陈公子武艺高强，在下认输。总算把这戏演完了。有请二小姐登台。天仙下凡啊！二小姐都这么美，大小姐定然倾国倾城，是极是极。有请大小姐登台。哪个相公要娶小女子啊？这简直是坑蒙拐骗！二小姐偶然出门被你们看到，大小姐深居简出，你们自己没搞清状况就恶狗扑食，现在想反悔，晚了。这哪是招亲，这是招沙包啊！我这练肉境大成的身板，估计都打不过他。第一题，树上7个猴，地下1个猴，加起来几个猴？自然是2个。放屁！树上7个，地下1个，明明是8个猴。最后一题，早上4条脚，中午2条脚，晚上3条脚，什么东西？是。对了，你这剧后上脑瓜子真好使，我看中你了。妈呀！千万别是那尊黑铁烫。王管事，到底哪位小姐下嫁于我陈某？大小姐看了欢喜，挑了陈公子。若觉得不妥，现在离去，对外就说8字不合。多谢体谅，告辞。管事大人，人都走干净了，这戏也该散了。为了请我这碟醋，包了比武招亲这么大一顿饺子。说吧，什么时候盯上我的？张兄弟是个明白人，你刚进金门城，我便接到了江南刘氏的飞鸽传书，他们发了海捕文书追杀你。金门1000万人口，单凭一纸文书，你们怎么可能在人海里一眼挑出我？因为我王家有一门祖传的绝学望气术。望气术，修习此术者只修眼窍。你从北境一路杀伐，沾了成百上千条人命，那股冲天的杀血血柱在你头顶久久不散，简直刺眼的很。这世上竟然还有这种诡异秘术，我以为我苟得天衣无缝，没成想人家直接看的是我的杀孽滔天。你惹了有2位炼气期大能的刘家，普天之下只有考上金门武举，成为天子门师，才是唯一活路。你这种杀人如麻的独狼警惕性太高，我们若是直接登门，你转眼就逃了，所以才设下比武招亲的红台，用绣球天降把你名正言顺请入府中。好算计啊！二小姐女中诸葛，张某佩服。说吧，想让我干什么？2条路，第一，你现在出门，我立刻通知刘家暗戳，你活不过3个时辰。第二，留下来，入赘王家与我成婚。哼，就为了招个被豪门追杀的亡命徒，当上门女婿。王家快撑不下去了，我们需要一个提得起刀的强人撑陈面，但更需要一个有致命把柄抓在我们手里，绝不敢生出2心的女婿。懂了，你们给我提供私人马场和武举打点，我给你们当高级打手。这赘婿的活儿，我接了。张兄弟，你的事迹我只在刘家的追杀信上见过，武举之事关系重大，王某想亲自领教一下，你能连灭天显关2家势力的手段到底有几分斤两？我这骨头也正闲得发酸，刚好摸摸王管事的底。请。
张兄弟，小心了！我这练蛊境圆满的枪法，走的是连绵不绝的路子。想当赘婿，还得先过面试是吧？好霸道的蛮力，这根本不是炼肉境该有的力道。这小子是怪物吗？打了这么久，力气怎么一点都没见少？不打了，不打了！张兄弟气息绵长，刀法刚猛，我某服了。夫君，这3年，王家的一切资源，平均调用。这声夫君喊的倒是顺耳，只是这赘婿的软饭，嚼起来也是真硌牙。张大哥，比武招亲咋样？没把你扣下吧？扣下了，我接下来3年入赘王府。啊，那这客栈退了。狡兔3窟，你在这儿就是我的暗桩窝点。除了练武，多去市井走动，给我打探情报。有不方便带进王府的东西，全藏这儿。放心，谁敢来探头探脑，我的刀不认人。气息绵长，丹田温热，连日奔波的肌肉终于彻底放松了。灌境之下，无形剑足以定穿落叶脉络，掌控一切的感觉真好。望气术能看穿我的杀气，隐匿行踪太重要了。这雾气连我的大成五感都能压制，群战埋伏的绝佳宝贝。境界炼肉境大成，剑道境界灌之境，百步百中，核心被动，射箭等于炼体强化肉身，命中等于吸取灵气长气血，这就是我最大的底气。只要给我足够的剑，无限成长，终有一天，我凭肉身也能轰碎炼气期老怪物的飞剑。这些马中规中矩，配不上我120斤的重功和身上的煞气。管事大人，那妇又发疯了。其他的我都不要，王管事，我就要他了。这马是个祸害，踢断火鸡肋骨，咬掉老师傅手指，养不熟的。张兄弟，武举骑射要人马合一，这疯马若是经场，就毁了前程。把它打开。来得好！绵长深沉的呼吸，让气息与马匹的喘息融合，瓦解他的防线。走，你性如烈火，跑起来追风逐电，以后你就叫逐风。张公子真乃神人也，竟真降服了这烈马。从明日起加料，黑豆、木须草，每天掺5个生鸡蛋，少一样拿你试问。公子放心，一定像伺候亲祖宗一样伺候他。做起搞定，是时候回王府，会会那位要回来的王家家主了。张兄弟，老爷设了家宴，差我请你过去。不过去之前得换身行头。人靠衣装，马靠鞍，被人像挑牲畜一样从头看到脚，这种感觉很不爽。这后生骨架子结实，气血旺盛，招了他，以后保管能多生几个大胖孙子。夜深了，你们都退下，我与张公子单独说几句话。好强的掌力！底蕴比吃药暴走的齐雷强太多了。哈哈哈哈！不错不错，能以炼肉境大成，应接老夫8成力，一掌不倒。体魄确实是万里挑一，婵儿眼光没错。老爷试也试过了，对我这入赘的筹码可还满意？以你的实力心性，3年后金文武举进个2甲不成问题。2甲？
我可是奔着一甲探花去的。别觉得老夫看扁你，你没去过京都，不知道那些世家大族里的嫡系天骄有多恐怖。他们娘胎里就用100年老参温养经脉，吃极品丹药，用削铁如泥法宝，他们才是武举真正的主角。现实不是爽文，人家几代人几百年的积累，凭什么输给我一个10几年的愣头青？多谢老爷提点，王老爷，我这一路走来见过的最强者，便是炼蛊境圆满。这炼气境究竟有何等非同凡幻之处？张伟，你要知道，武功再高，寿命不过7、80载。但只要跨过那道盆浅，踏入炼气境，便是仙凡之隔。炼气出足足140载寿元，真气护体，百毒不侵，容颜不老。我去，能长生不老，这不比辛辛苦苦练武吃软饭香1万倍？那当今大燕朝最强之人是谁？当今圣上，他26岁踏入炼气，如今已是炼气圆满，乃大燕真正的天下第一人。那炼气之上呢？又是何等风光？炼气之上名为筑基。但在大燕朝，炼气圆满便是尽头。为何功法断绝了？是大燕开国太祖当年得罪了一位路过的元婴期大修士，那元婴老怪布下绝地秀大阵，抽干了大燕所有天地灵运。他留下一句狠话：大燕子民世世代代皆为反骨，不准筑基。那大阵外呢？大燕之外，连当今圣上都未必清楚。你连行气都没练出来，少打听这些神仙事，免得乱了武道之心。先活到武举那天再说吧。早晚有一天，我会亲眼去看看那阵法外面的世界。张世直，你身份特殊，刘氏眼线多，婚事不能大操大办，以免暴露。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婚事一切从简，不挂红布迎亲，只摆一桌家宴敬天地父母，日子定在冬至。但凭老爷和二小姐做主，正合我意，不搞那些繁文缛节，免得被刘家顺藤摸瓜找上门。驾！呼吸与马的起伏律动重合，人马合一。叮，被动生效，天地灵气渗入屁肉。皮肉打磨到了极限，可这炼肉境圆满的无形屏障，就像层牛皮纸，怎么也捅不破，还是缺了点什么。这种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气味。好小子，在这脂粉堆里泡了这么久，眼神倒是比以前更利了。陈校尉，多日不见，别来无恙。好扎实的底子，距离圆满之境只剩半步之遥了。你走之后，爆发了3次受潮，老李被兵甲蟒咬掉半截身子，小王被妖狼撕了。唉，营里全换成了刚招募的生瓜男子。你到冰雪长城就是个血肉磨盘，如果当初留下来，早晚是个死。离开是我做过最正确的决定。陈校尉，这次孤身入关是为了什么？我来找帮手。半个月前，一头4阶白骨虎妖潜入内地，在城外祸害了5个村子。4阶妖兽足以媲美刚踏入炼气境的人类修士。我虽是炼蛊圆满，但独自对上他胜算不足30%。校尉，我只是个放不出罡气的武夫，去打4阶妖兽是送点心，我还要报考武举，这等凶险买卖另请高明。哼，你现在的气血凝滞不前了吧？安逸是武者最大的毒药，没有生死搏杀的刺激，你这辈子都别想跨过那最后一步。哼，还以为你是敢在城墙上拉爆强攻的独狼。既然你愿意在温柔乡里当看家狗，那便留着享用吧。先卖惨后点拨再激将，这老油条套路真深。不过他说的对，我确实需要一场生死搏杀来打破瓶颈。校尉且慢，帮你可以，但我有个条件。我就知道你不是孬种，什么条件尽管开口。虎妖若是死了，他的虎胆归我。好，一言为定。3日后5时，东门外10里亭，不见不散。痛快！老伙计，安逸日子到头了。驾！二小姐今日光彩照人，一时竟看住了。请坐吧。我要出城几日，帮旧上司追缴一头4阶白骨虎妖，这买卖我不想退。我卡在炼肉境大城，需要生死搏杀寻找突破强击，更需要那颗虎胆辅助迈入炼蛊境。4阶大妖懂得藏踪匿迹，能化作人形混在市井，防不胜防。
我要将王家祖传绝学传你。这如何使得？我是个协议入赘的外人。夫君，娘子，你说什么？秋风太大，没听清。娘子，时间紧，我在你眼中传了一缕旺气术，7日内可看穿杀气。虎妖杀人如麻，头顶必有冲天血柱，这是祖传至宝乌金软甲，水火不侵，刀枪不入，凡俗罡气绝无法破防。贴身穿戴，灌注气血，便会融入血肉。保命神器，能护住心脉要害，就等于多了一条命。此去路途凶险，夫君万望珍重。有其如此，夫复何求？我本想当匹孤狼，没想到这颗冷硬的心竟被个凡俗小女子拿捏得死死的。先杀虎妖，再提境界，连个4阶妖兽都宰不掉，还谈什么长生？这帮天杀的畜生！尸体新鲜，血未干，他离开不超过2个时辰。2人一组，走！等等，是白骨虎妖，他吃光了全村人，化人了！不好，顺着这路往东不到100里，是父王千岁狩猎的避暑别院。祸事了，那是铁帽子王！若有闪失，咱们都得被诛9族。混入权贵别院的大妖，这哪是猎妖，这是在阎王脖子上动刀。来迟一步，他已经在里面杀疯了。不对劲，连个巡哨都没有，安静的像死了一样。血腥味从门缝溢出来了。他们进去了，分开走。首要任务是救福王，御妖绝不能硬拼，发信号跑。有人！陈震遇袭！抓到你了！找到你了！杀！这妖孽今日必死！孽畜，留下命来！罡气已碎，胜负已分。哼，死到临头还想反扑？不好，他要引爆脊椎上的骨簇进行范围自爆。不好，如虎添翼，不是自爆，这是要跑。休想走！这面板来的正是时候。这是何等剑术！陈某平生未见啊，了不得！可惜了，要是再多使支箭，让他跑了。莫急，本关的阎罗毒掌毒气攻心，他活不过12个时辰，而且那尸腐呕臭，他逃不掉的。果然，这味道，加上他一路滴落的血迹，只要他不飞到天上去，我绝对能咬住他。那还等什么？追！今夜就是把马跑死，也得把这孽畜的脑袋砍下来，祭奠我那可怜的侄儿。下！他落地了，追！今日必斩此老！
濒死的野兽最凶残，他现在是被逼入绝路了，当心点。我那近百击阎罗独掌把气血耗空了，接下来的阵仗只能给你们喊加油了。都残血快站不稳了，就别一本正经的报技能名了吧。无妨，哪怕是用磨的，我也要把它磨成肉泥。好，陈校尉主攻，我在一旁策应。这作恶多端的畜生也有今天！别靠近，我先来。给我死来！竟然真死了，这四阶大妖也太脆了吧！这儿你看到了吗？叔给你报仇了，叔这就去把他的脑袋砍下来，摆在你的灵前。别过去，死得太顺理成章了，有诈！陈校尉，快退！找死！横野第9世无名。闭气炸死，在我面前玩战术，头都给你削掉。连夜狂奔加上鏖战，这小子劈出那等惊雷一刀，居然连气儿都不喘，真是个怪物啊！陈大哥，路走到了，仇也报了，安息吧。张兄弟，节哀。赵大人，回去上报兵部时，还请隐去我的名字。啊，这可是斩杀4阶大妖的泼天奇功，你竟然不要了？陈校尉为侄儿报仇，壮烈战死，这首功理应全算在他头上。有了这份功勋，他家老小下半辈子才能衣食无忧。面对这等奇功，竟能毫不犹豫地拱手相让，张兄弟有情有义，高风亮节，本官佩服。你放心，我知道该怎么写。高风亮节个鬼啊！刘家在朝野眼线那么多，我要是暴露了秒杀4阶大妖的实力，明天就得被暗杀。木秀于龙，风必摧之。苟全性命，闷声发财才是王道。找到了，4阶大妖的虎胆，炼制虎胆炼骨丹的极品主药。有了它，突破炼骨境就能省去好几年苦功。这波赚大了。张兄弟，就此别过，以后若来京都兵部，周某必定扫榻相迎。大人保重。不仅活下来了，还顺走了虎胆，有意思。立刻飞鸽传报给刘少爷，咱们的猎物要回金门了。掌柜的，开路炼一锅虎胆炼骨丹，辅药你们出，主要在这儿。4阶大妖的虎胆，你这后生竟然能弄到这种极品？能炼吗？能，加上乘辅药，一共600两雪花银，3日后凭票取单。3天后我来收货。石头长结实了啊，用最大力气打我一拳试试。张大哥，那你小心了。大哥，你的手是铁打的吗？好小子，瞎练都能摸到炼皮入门。我传你一套大眼呼吸法，你用心记着。谢谢张大哥，我一定好好练，绝不给你丢脸。张爷，您来的不巧，二小姐今日一早便去了城西的道观进香，说是要替王爷祈福，估摸着得过2日才能回府。不在也好，今晚必须要一鼓作气突破境界。还请管事代为传达张某的谢意，就说此次外出遇险，多亏了这件乌金软甲护体，替张某挡下了致命一击，这才得以平安脱身。大恩大德，张某铭记于心。张爷，您放心，小人一定传达。好霸道的药力，生死搏杀的感悟，加上这绝品药浴，今夜我必脱胎换骨，给我破！终于炼肉圆满。
刘家的狗鼻子倒是灵，不过现在的我，可不是你们能随便捏的软柿子。这身子骨跟铁打的似的，婵儿，你以后可有福喽！姐姐，你这嘴上就没个把门的。两位小姐怎么冒雪出城了？冬至是个黄道吉日，府里定下了那天完婚。好，只是我孑然一身，连件像样的喜服都还没来得及置办。我们今日来，便是要接你去访视挑喜服的。随便拿件能御寒的就行了，这比杀妖还累人。那可不行，一辈子就一次的大事，怎能将就？去试这件俺红色的云锦。就这件了，真好看。吉时已到，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送入洞房。哎呦喂，嫂嫂，这偌大的王家连个喘气的男丁都没有，招了个穷酸秋兵当女婿。明人不说暗话，城外的马场和几百亩酒田，今日必须过户给我。病秧子又发病了，听着动静，洞房都熬不过去，不如早早备口薄棺材。毒妇，当年若不是你在母亲安胎药里下大剂量红花，婵儿怎会先天胎气大损，落下这治不好的病根？杀了他们只需一瞬，但30多条人命会引来官兵封府，千金之子坐不垂堂，绝不能连累王家。伯母，把地契和田契给他们。今日是婵儿过门的日子，不宜见血。你罢了，管家拿契约。算你这穷秋80相，小的们去翠香楼，老娘请客吃肉。你恨他们吗？如何能不恨？可府里全是老弱妇弱，就像复古之治，赶走一波还有一波，只能认命。我去杀了他。夜里风雪大，路滑，不管多晚，我都留着这灯，等你回来。等我。退让只能换来豺狼的得寸进斤，对付这群泼离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连根拔起，挫骨扬灰。谁？张大哥，这大喜的日子，你怎么半夜跑我这儿来了？出事了？石头，你杀过人吗？没有，我连只鸡都没杀过。那你想杀人吗？张大哥，我听你的，你让我杀谁，我就杀谁。习武之人必须养出3分杀伐果断的胆气。今晚你随我去，看清楚我杀人的时候手是如何握紧的。那群人踹门力道极大，有练蛊境高手，咱们不近身肉搏，拉开距离用功，加上这面迷雾幡遮阳，神不知鬼不觉，今晚绝不留一个活口。张大哥，咱们这是要去干什么？这金门城里是混进了像山一样大的妖兽了吗？对付30个无赖，你带400支金刚重剑，火力覆盖才叫万无一失。走，去翠香楼。我的亲娘哎，400支金刚重剑，这哪是杀人，这分明是要去屠一个小山头的山匪寨子啊！当你想彻底抹去一群渣子的时候，任何过度的武力储备都不为过。别愣着，跟紧我，走。小的们，明儿一早跟老娘去接收城郊马场，下半辈子吃香喝辣。听姑奶奶的！闹市却容易惊动巡夜武侯，血水渗下楼也不好清理。我就给你们挑一处好风水。石头，去下面墙角藏好，不管发生什么，绝对不准出来。张大哥，你小心。炼肉境圆满气血，开！
黄泉路远，各位走好。怎么突然起这么大雾？我看不见你们了。谁踩了老娘的脚？怎么起大雾了？谁踩了老子的脚？呼吸声、心跳声、发抖的骨骼声，全在我的射程之内。死人了！有暗器，快跑啊！哪来的小杂种？给老子滚开！给我死！我这么强？哪个藏头露尾的鼠辈，敢做不敢当，有种给老娘滚出来！当家的，杀奸当家的，你还我男人命来呀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老子练骨罡气护体，刀枪不入，区区几根破剑，能奈我何？有种你把剑袋射空！你挡得住一剑，挡得住10剑，那你挡得住100剑吗？这是什么怪物射速？给我挡住！哇！连珠镜全开，120千就是极限了。不过杀你足够了。是你，那个穷酸穷拔张爷，我猪油蒙了心，契约全还您。城东城隍庙枯井下3丈还有个暗格，里面有大几万两银票和洞珠，全给您，求您饶了我吧。城东枯井，好，我答应饶你一命。谢张爷，谢张爷的不杀之恩，这是你不是答应了的，你言而无信。我是答应了你，但我这兄弟他没答应啊。石头，把所有带着暗器的剑拔出来，洗干净，一根都不能留。我回来了，那些复古之战，永远不会再来烦你了。别看了，我连根汗毛都没伤着。那老贼婆的30多号人，气焰倒是嚣张，可惜都是些酒囊饭袋。我那把牛角大弓，足有120斤的力道，第一箭射出去，就跟长了眼一样。你没事就好。原来被人牵挂是这种滋味。从今往后，我不再是孑然一身了。收了，穿上衣服，跟我走一趟。在上面守着。这毒妇还真藏了不少好东西，几万两银票、金条，还有这匣子东珠。井壁是实心的，怎么会有风？除非后面是镂空的。这是那毒妇的财宝，你先带回去藏好，明早把这些地契暗中交给王禅。张大哥放心，包在我身上。就是这里了，给我看！好重的阴气！这毒妇的藏宝地，竟然掩盖着这么个古怪的地方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有水声，这片地下暗河简直像个吃人的巨兽。不好，有机关！好恐怖的力道，这绝不亚于炼蛊境圆满高手的全力一剑。果然没那么简单，这是一条用人命填出来的死路，硬闯必死无疑。各位前辈，既然你们已经死透，不如再帮晚辈探探路。走你！
只要是死物触发就好办了，那我就陪你慢慢玩。神兵和秘籍，好险，差点就扎成肉串了。高人流的传承果然没那么好拿。这套路我熟啊，天龙八部磕头拿秘籍不就是这个流程？无论前辈是谁，这等修为，受我几拜理所应当。大燕国地界只是潜伏大陆的极北荒蛮之地，开国皇帝居然是个修仙的筑基期修士。500年前，白燕皇帝惹怒了路过的元婴期大能，大能布下惊天大阵，锁死了大燕的灵气。从此，大燕武者永远无法突破筑基。这国师耗尽100年寿元，发现要拔出锁住灵气的阵器，必须得有筑基期实力。可阵法不破，就没人能到筑基。真是个无解的死局。这把天龙破城戟是镇国神兵，只有修炼了皇家正统功法的大燕皇帝，才能和他产生感应。有戟才是正统。等等，既然只有大燕皇帝才能感应这把大戟，那如今龙椅上坐着的那个，没有大戟，是怎么当稳皇帝的？除非坐在皇位上的根本不是人。起！好沉，足足300斤。国师说大燕皇室功法能感应此戟，可当今皇上却任由他吃灰。除非当今坐在龙椅上的根本不是人族，而是一头披着人皮的绝世大妖。天塌了有高个顶着，先活下去再说。魏哥，你这是从地底下刨了个铁秤砣出来，怎的这般死沉？莫多问，也莫许碰。欲练此戟，需引天地灵气入体。这大杨国的灵早被大阵锁死，这根本是修士的功法。我现在强练必爆体而亡，简直是数着金山当乞丐。石头，命在人在，给我死守这间屋子，我必须尽快突破炼蛊境。不够，还是不够！气血只能在皮肉游走，死活渗透不进骨髓，闭门造出根本行不通。想要突破这桎梏，必须要在那生死搏杀的高压下震荡骨骼。我需要对手，需要足够硬的磨刀石。这金门城里武馆林立，想找人切磋，还得来这3教9流汇聚的地方。今晚就看哪个倒霉蛋来当本公子的第一块垫脚石了。岁数这几天，赵、李、吴3大武馆的擂台可就开打了。那可是3大家族选私兵的修罗场，连打6天，死生不论。嘿嘿，最绝的是允许蒙面参战，赢了拿走彩头，死了横尸当场，绝不事后寻仇。不问出处，还能遮脸，这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。金门的天才们，借你们的骨头一用。去吧，金门城里总不至于出什么大乱子。看完热闹早些回来，羊肉锅子给你热着。好，去就回。我的乖乖伟哥，这场面也太大了吧！你瞅那架子上的张钢大枪，这得值多少银子啊！闭嘴，看台上。哪来的军中糙汉，也配来脏我李家的地盘？受死！吃老子一击！石头，待在这儿别动，我去就回。伟哥，你要上台，那枪可不长眼啊！既然不问出处，那就陪着金门天才好好玩玩。请力劈华山。好小子，防得滴水不漏，热身结束了。
炼骨境圆满，这小子竟然隐藏了修为。开，罡气如龙，来得好，给我破！李公子威武，罡气化形，神乎其技啊！罡气纯粹到离体化形，这就是从小泡在异兽血肉里长大的顶级天骄吗？我这野路子输得不冤。好一招罡气如龙，在下输得心服口服。张兄刀法刚猛无匹，若非我占了境界和兵器的便宜，今日谁战到最后还未可知。慕白佩服。还未请教兄台大名，一介粗人，张威，威风的威。馆主，张兄，这位便是我李氏武馆馆主李淳风，已是炼气大成的境界。炼气大成，脱去凡俗躯壳的神仙，怎么穿得像个算账的穷老头？说好的仙风道骨呢？年轻人，可是觉得老夫这副皮囊配不上你心中的炼气之境？看好了，去挑拣趁手兵刃，只要能逼老夫挪动半寸脚掌，算你赢。得罪了。杀！再来！我不信耗不光你的罡气！以炼肉之躯狂攻1个时辰，你这气血和心性，拔尖可愿入我李氏门将，功法资源任取，保你3年踏入炼骨大圆满。李氏武馆的招揽虽然诱人，但我这等闲云野鸟，可受不了那些规矩约束。炼气期果然恐怖，但我张伟的武道，不需要靠卖命来换。张兄这等绝佳的身手与毅力，不能同门共修，实在是一大憾事。日后张兄若有闲暇，随时来武馆寻我切磋，李氏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。多谢。看够了没？回去了，寻个地方吃肉去。这地方已经没什么好看的了，去吴氏武馆看看。是灵蛇剑法，避实就虚，太滑溜了。该我了。这步法专精方寸腾挪，正好用来磨砺我的刚猛横刀。今日已晚，明日就来会会这个吴风。吴氏武馆吴风，请教阁下尊姓大名？张伟。请看剑。滚开！好大的力气！完了，这面具公子的刀法虽然霸道，但在方寸之地被灵蛇剑法克制的死死的，必败无疑呀。既然抓不住，那便不抓了。这方寸之地，我让你连落脚的缝隙都没有。给我破！这疯子！完全不讲道理！退无可退了，只能硬拼！只能硬拼了！给我趴下！呀！阁下刀法刚猛，吴某认输了。
承让。这位公子拔得头筹，可入我吴氏兵器库，任选一件兵刃作为彩头。好完美的重心，简直是为横野久世量身定做。好刀，公子好眼光，此刀名为断水，乃是当年老帮主花费重金，请炼器士用深海寒铁锻造而成。炼器士所铸，不仅削铁如泥，一旦五夫修出钢器，它能完美承载并锁住钢器，足足一炷香不散。放眼金门也是绝顶宝物。有了它，我看谁还能用钢器压我。就选它了。小子，刀法不错，有没有兴趣入我吴氏武馆？只要你点头，在金门这地界，曹帮的码头你横着走。同样是招了，李氏馆主温和谦逊，你一个传功师傅装什么大尾巴狼？多谢抬爱，在下受不得帮规约束，告辞。公子莫怪，其实吴峰师侄只是年轻一辈的上流，我们真正的绝顶天骄是帮主的嫡孙，他正在后山闭关，全力冲击炼气境。冲击炼气境，看来金门三大武馆的水深得很啊！太霸道了，这已经是第3个连3招都接不住的人了。还有谁来战？放弃防守，只求杀敌，以势压人。这赵景的刀法，简直和我的横野久世如出一辙。今日印证刀法，但你太欺负人了。赵氏、赵景、张维，请赐教。接我一刀！横野久世，破！痛快！再来！正合我意。这两人疯了吧？完全不防守，招招都是奔着把对方劈成2半去的。纯粹的劈砍，没有任何杂念，这才是横野久世的真意。气血穿透皮肉，这是境界炼蛊境入门。给我破！给我破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说张兄怎会连钢器都没修出？原来一直拿我当磨刀石。既然要动真格，那我也接底牌了。来！哎呦，退！这简直就是2个疯子在拼命啊！他们真的只是练蛊境吗？两位少侠旗鼓相当，今日便算作平手。痛快！张兄内力绵长似海，再打下去我就要断气了，算平手。今日你闯过擂台，我赵氏兵器库里的刀兵，你任选一件当彩头。多谢赵兄美意，不过在下家中已有一把还算凑手的兵刃，就不夺人所爱了。那不行，兵器你不要，彩头不能不给。你先等着。这是一本玄阶功法伏虎刀法，集中实战，今日便赠与张兄。玄阶刀谱竟然直接送，这五夫真是个实在人。那在下就厚颜收下了。刚突破的新生罡气，能承载罡气的断水神兵，加上这本玄阶刀谱，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看这3者结合能挥出怎样惊世骇俗的锋芒了。走，回马场闭关。伏虎刀法发力稳固，防守严密；横野久志大开大合，狂暴杀伐。这2者正好互补，给我融！攻防一体，浑然天成。从今往后，便叫你横野18世。好刀，今天就看看练蛊境的杀伐手段。去！刀刚外放，3步断金碎石，而且这刀真的能锁住罡气不散。生死搏杀中，简直占尽先机。洛衡山的炼蛊圣药，能不能强化骨骼韧性，就看你的了。像吞了个冷冰冰的铁疙瘩，这放了有些时日的丹药，不会是过期失效了吧？霸道的药力不能乱。
呼吸法，给我运转！去无存精，这才是真正的练骨境，筋骨雷音。现在让我遇到赵景那等天骄，单凭肉身我也能一拳锤爆他。张公子，快跟我回府，老爷连夜赶回，有10万火急的要事找您。王老爷，何等变故让您如此焦急？好，几日不见，贤侄竟然踏入练骨境了。侥幸罢了，直说吧，出什么事了？出大祸事了！兵部密信，父王身边潜伏着一头4阶大妖，白霜狐妖。当年在极北碎冰堡，就是这头狐狸，那时才3阶就残忍秒杀了3个练骨境族老。若不是我放暗箭伤了他，碎冰堡早成死城了。现在他竟然晋升4阶了，同为4阶，这狐妖绝对比落凤山的白骨虎妖更恐怖。天下狐妖这么多，这只有什么特征？兵部探子拼死看清了他的本体，比猛虎还大。最惹眼的是，他左边后腿是瘸的。左后腿绝错不了，当年在碎冰堡，就是我一剑钉碎了他的左后腿骨。新仇旧恨，这笔血债必须清算。既然查明底细，为何不直接告诉父王，让大内高手围剿？贤侄，你把朝堂想得太简单了。父王手握30万鞭尸，谁敢触他的眉头？那狐妖化作绝色美人，把父王迷得神魂颠倒。你现在去告诉他，他的心头肉是吃人大妖，他会直接把你剁成肉泥。所以兵部要暗杀。对，我们已经联络了李、吴、赵3大武馆，各自派出1名最强天骄近战缠斗狐妖。但狐妖擅长遁走，我们需要一个百步穿杨的神射手，在外围给予致命一击。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。杀4阶大妖，还要躲避藩王追杀，这种搏命的买卖，好处不够可不行。只要斩下狐妖头颅，朝廷赐你1000两黄金，更免去你县试、府试、院试3场小考，赐临升功名，直升武举乡试。3考全免，直接乡试，不用熬那些繁文缛则。中了武举人，我就能见到皇帝，揭开妖魔谜团。这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青云路。时间、地点：3月初1元宵灯会，福王进城祈福，金门城的大阵会拦住狐妖，他只能独自留在城外，防卫最弱的避暑别院，先斩后奏。好，这桩差事我接了。真气引天地灵气入体，这吴荣竟然真的破关踏入了炼气境，有这等神仙人物压阵，今日这4阶狐妖插翅难逃。乖，这就是福王的车驾。这排场，要是他还在别院，咱们连门槛都摸不到。猛虎出林，正好行事。走。几位亲卫爷，可是车队落了物件回来取。我的任务是居高临下，掌控全局。只要你敢露头，望气之术开！望气术居然失效了，这偌大别院，怎么连一丝妖气都没有？除非他完美伪装成了人。瘸的，左腿，绝对是当年那头中箭的狐妖。找了许久，总算找到你了。等的就是你，断水出！练骨境有点意思，看来这几年不止我在苦修啊！给我死！妈呀，好快！在那边，包抄他！终于不用躲猫猫了，妖孽受死！4方合围，定！少夫人变成妖怪了！完了，我们全都要被吃了！叫了这么多帮手，可惜呀，就凭你们几个臭小子，还不够给我塞牙缝的！不好，退！妖狐要发告示，拿下！真他奶奶的要命！这就是真正的世道吗？妖兽滥杀无辜，留你不得！那是清平剑，吴氏武馆的镇真之宝。吴老太爷竟然让他带出了金门城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管你什么大妖，吃我一剑！张兄弟，不可放箭！啊，我都瞄准了。
这么好的火把子，为什么不射？炼气境出手，周身3指，自带真气场域。你这带罡气的重剑强行射进去，伤不到狐妖，反而会扰乱吴老弟的阵脚。对对对，神仙打架，凡人遭殃，这不是咱们炼蛊境能掺和的。赶紧撤，给他腾地方。得，感情我今天就是个看戏的。没有气血轰中，单凭真气共鸣就能碾压物质，这就是炼气境的恐怖。青芒一闪惊风雨，平步千回定死刑，这就是无事无管的清平剑法，绝了！这剑法随风飘荡，只要剑势一起，就是天罗地网。结束了。这威压太恐怖了，这妖物必死无疑。本来只想打个牙祭，没想到这生死压迫，倒成了我破镜的垫脚石。吴兄弟，当心，他要破镜！救人！看枪！老妖婆，吃爷爷1000刀！得手了，撤！坏我好事！你们今天一个都别想活！